吃你们那个内蒙的牛肉干，每次吃的我脸上肌肉疼。上次给你拿那个吗？那个特别硬。喂。哎，文静。你回来啦！你快过来！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不开心，你知道吗？人家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约一下教授去看个电影，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一天都不带搭理我的，一个消息都没有回我，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哎，你说这个教授对我是不是就像我对插销一样？其实呢，根本就不喜欢，但是呢，他又不想伤害我，所以呢，他只能避而不见。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插销，只感觉真的很不好受。你说是不是刘？不，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花花，你还不知道吗？邢天明的爸爸栾教授今天上午去世了。我现在去看你。别去了，有娜娜在陪着他。根据栾教授生前的遗嘱，他在北京、苏州的房产、收藏品以及他所持有的股票都留给你了。现金资产你拥有一半。小雨呢？他在上海的房产和美国加州奥兰治的房产，还有存款的一半以及著作版税，都留给了夫人。关于栾教授的遗嘱，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谢谢。天明，你一定要挺住。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处理，丧葬的事情，还有追悼会，所以我约了治丧委员会沟通一下追悼会的流程，好吗？天明，你的父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没有人会再比我更清楚这些了。在美国的时候，我听说栾教授晕倒了，情况不太好，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飞回来，我想陪在你身边，看看能为你做点什么。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突然。天明，你不要有任何压力，即使我只是一个老朋友，我也想陪在你身边，陪你度过这个难关。谢谢你。所以你振作起来，下一周才是真正战斗的开始。我和杜主任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在追悼会上邀请了一些著名的人来致辞，有栾教授生前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各界的名流，有大学的校长，还有他的学生，还有著名企业家彭启。所以我很想你能抓住这次机会和他们好好的交流，对你未来的事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我没听错吧？为了我的事业？那是我爸的葬礼，你让我在我爸的葬礼上搞社交？天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了你好。你听好了，我只想给我爸一个平平静静的葬礼。我现在没心情，我不想说话，你走吧。
们有请栾教授的长子邢天明先生上台致辞。我的父亲，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可能是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学者，但他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位好父亲。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因为工作而冷落家庭，我的希望一次一次的落空。我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一次又一次独自忍受着病痛，直到她去世那天，她也是孤零零的。可是今天各位的到来，让我想问自己：一个自私的人，值得这么多人来缅怀他吗？他或许不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但他却是一位无私的学者。无私的老师，为了学术和教育，倾尽了自己所有，所以才厚此薄彼吧。我感激各位的到来，我感激各位第一次让我可以如此透彻地理解我的父亲。可是这理解好像来得晚了一点，我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训斥我了。如果他还可以回来的话，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和他争执。我想，我还是不会向他低头。很多年了，我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叫过他了。我想，我会愿意叫他一声爸。你干嘛来了？栾教授是我们公司独立董事，之前见过几面。哎，师兄，那不是叶辉吗？你认识他呀？吃过2次饭。哦，哎，有没有什么料可报？别乱报啊，微微的朋友那是，帮过我忙的。哎，那他怎么会来参加教授的追悼会呢？别难过。哎，刚还看见刘文静呢，现在跑哪儿去了？关你什么事儿啊？刘文静在化妆间。懂事啊。哎，薇姐，你看他们俩说什么呢？随便，我不管，不重要。不知道。叶先生，回应一下，叶先生，是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叶先生，叶先生，您说一下吧。叶先生，叶先生，接受一下，叶先生，你再说一下吧。哎，文静，可算让我逮着你了，是不是？合着天天我约你，你不见我，让你参加葬礼，倒是挺积极的呀。你怎么在这儿？你该不会是来找教授麻烦的吧？我还真是。我告诉你啊，上次那可是因为你，
我莫名其妙挨了秦天明一顿揍啊！你要想让我不找麻烦的，可以啊，你得好好想想怎么补偿我。你怎么还这样？你知不知道，今天是追悼会？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也没有敲锣打鼓的过来，是不是？再者说了，说难听点，今儿又不是我爹的追悼会，我没必要哭天抢地的，跟个泪人似的吧？他在哪儿？刘文静在哪儿？我也不知道。糟了，是记者。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让开。哎，我怎么胡说八道了？好不容易见上你，我得跟你。闭嘴！你妈别说了，谁身上带麦了？什么麦啊？麦在谁身上？怎么了，花花？干嘛呀？是不是在你身上？怎么可能有什么麦呀？你刚才说的话，外面全听见了。停了，停了。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你刚才说的什么话？是他帮你吃药了吗？今天成什么样了？都是你干的好事，拿着。叶辉，你到底要干嘛？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呀？你故意的是不是？我刚刚的话你是故意让教授听到的吗？我告诉你，我可完全不知道有这东西啊！今天我来，我就是好好的吊唁的。栾教授可是我们公司的独董，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今天是开玩笑的时候吗？你真的是够了，太能闹了！不是，你烦死了！我。教授，对不起，请。教授，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能让你笑我，但是教授，叶辉他也不是故意的。你算了吧，不要假慈悲了。我们都听到了。我现在很累，也很忙。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请你走。听明白了吗？我想让他借你的吉他呢，在这里唱几首歌，如果赚到钱呢，他就可以请我吃饭了。这样吧，如果赚到钱的话，我们5-5分；如果没有赚到的话，就当是我给他送的一份生日礼物，怎么样？那行吧，来。啊，谢谢。谢谢。那麻烦可以把这个降下来一点吗？好，因为我不太习惯站着。谢谢。开始了。流浪的微风，好温柔，一直吹到黑夜白天。天空的阳光多灿烂，就像是你的笑脸刻在心间。起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而我正在想念着你。哦，爱
你在哪？如果这场相遇注定没有结局，但我仍无怨无悔。哦，爱，你是我的爱。Oh baby, I love you. Oh baby, I love you. 再来一个，再来一首，再来一个吧。去啊，收钱去啊！再唱一首啊，就是再唱一首嘛。快去啊！借我帽子用一下。哦，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不错，加油啊！谢谢，给，谢谢，给，谢谢，谢谢，给你，给你，哎，加油！再来一首。他们要你再来一首。好好，我想想。谢谢，谢谢。美女，你想听什么？可以点歌的。让我想一想。好，谢谢，谢谢。美女，你想听什么？可以点歌的。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Everything will be okay.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今天真的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我也是。走了之后还会回来吗？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很难以接近，看起来很高冷，好像每个人见到你都很怕你。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全世界都欠你的钱？还有吗？就这些吗？那是因为还不了解你。其实你的内心比较疯狂，甚至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古板。你也很疯狂，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变了很多。你以前看起来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你看看今天。我承认，我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我承认。谢谢你陪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这样说谢谢了。我也不会再轻易的跟你说谢谢，因为我觉得你对我的帮助远不止一句谢谢我就能回报的。所以请你记住，无论你去哪里，你在我心里都是最重要的朋友，没有之一。最重要的朋友。那我走了。我送你啊！回来啦？干什么呀？偷偷摸摸，连个灯都不开。
怎么坐在这儿？你今天跟谁出去玩了？你当我不知道吗？都不用你说，全世界都知道，微博上传的沸沸扬扬呢。我今天跟教授出去了。哎，刘文静，你不是知道我喜欢教授吗？你为什么非得跟他玩呀？你不是有那个什么苏小毛、叶辉，他们陪你玩还不够吗？教授昨天来找我，他说他就要去。对，我们大家都是朋友，他就可以找你。我打电话他就不接，我发信息也不回，我上门找他他也不见我。哎，凭什么呀？他就能来找你出去玩？找你出去玩你也不跟我说一下？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对不起啊，我以后会注意。你以后怎么注意？你说什么我才能相信你？你要发什么样的誓我才能相信你？花花，你和教授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俩片宇宙，向左走，向右走，在各自轨道漫游。时间随沙漏流走，到哪里才算尽头？到最后放开手，才能把彼此挽救。不后悔曾经100%的奢求，却怀念当初没有你的时候。明明我们可以爱很久，可没聊到最后，却又爱成了一道伤口。明明可以爱很久，说好的不放手，却又对结局有所保留。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是这样计划的啊，我想呢，我们提前一点去，因为呢，我想让你为了你的面试做充分的准备。下一周你就要跟阳光对冲基金的副总裁 Smith 见面了。这次机会啊，可是我托了好多关系才特到的呢。我这么说可不是让你有什么压力啊，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我在学校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学校，我已经替你申请了停薪留职。你觉得你有什么权利替我这么做？因为你心情不好，闭门不出，所以我当然要替你料理这些事情。我还没有答应你说我要去吧，我只是说我考虑。但你为什么要替我这么做？我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们好啊。你不是问我说，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田地吗？我想我现在可以给你答案，跟那个约瑟夫无关。我知道你期望我变得更优秀，我也非常感激你对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可是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天明，你不要这么说，因为你本来就是很优秀嘛。一直以来你都期望我可以按照你替我规划的路这么优秀这么的走下去，可是对不起，我做不到像你想的那么优秀，因为那都是你的个人意志。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替我做种种决定还有选择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我想要怎样的自我？这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先不要这么着急的回答我，你慎重的考虑一下。你说我一直在为你做计划，可哪一个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比现在更好呢？机会到底有多难得，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一次的去留关乎了你未来的前途。
所以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机票我已经替你买好了，我会在机场等你。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想呢，我要是哪天不上班了该有多好。我现在终于不上班了，我又觉得不上班很无聊。写作写得怎么样？你知道吗？杨超凡亲自跟我说，让我去做他的策划总监。我一想到如果我每天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明星一起工作，我就很开心。行吧，路是你自己选的。如果说你想热热闹闹呢，就去明星工作室；但是如果说你想成就自己，就静下心来，别半途而废了。成就自己。下面带来一则最新消息：江西发生重大天气灾害，暴雨泥石流给全省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这不刘文静看详细报道。这里的风景挺好的啊。对，我平时下班了，我觉得特别喜欢来这儿坐一坐。哦，你最近怎么样？最近挺好的，你呢？就忙工作呗。然后约你，你好像平时都特别忙。没有，我新学期开学，所以课比较多。我读书那会儿也是。大家都一样。你跟我在一块儿是不是特别没话说？没有啊。我，他们跟我说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是吗？哦，我接个电话。喂，妈。不够。那还差多少啊？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哦。怎么了？没事儿。你刚刚说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找时间一起去吧。好啊。你妈妈刚刚好像挺着急的。有事吗？前段时间，江西不是发大水了吗？我看到新闻了。我家的房子也被洪水给冲了。如果是钱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帮到你。你需要多少钱？需要3万。我借你5万，我借你的，你不用那么见外，不用不好意思。我借你的，我还得收你利息呢，你回头请我吃饭就行了。谢谢你。举手之劳。